接着学习后片，同样分为身体和胸片。身体和胸片部分的织法与前片对应的位置类似，后片身体部分不需要编织图案。胸片开始同样减针，后面在左肩对应位置编织图案。这里只有一个颜色，用嵌花的方法编织即可。中间需要留出领窝，肩部两侧引反编织，方法与前片对应位置类似。大家对照图解，先编织右肩，完成后与前片右肩一起合并收针，然后在领窝收针，接着编织左肩，最后同样与前片肩部合并收针。有图案的位置，最后用主色线收针就可以。这里合并收针的方法，请看演示。第一种是针与针连接，这种情况在都是线圈的状态下，比较常用的一种连接方法，就是通过合并收针将织片拼接起来。通常用于前后片的肩部拼接。两个织片都是线圈状态，我们将大平针这一面作为正面，合并收针一般在织片反面进行，也就是需要将拼接的两个织片正面相对。通常其中一个织片是不断线的，这根线无论在哪个织片上，将流线的这一侧放在右侧。一般合并收针时都是边织下针边收针。也就是同时穿过两个织片的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浮针收针。两个织片的针数通常是相同的，一一对应编织并收针即可。如果其中一个织片针数较多，需要在较多的一侧边减针边收针。假设这一片针数较多，可以同时穿入两个线圈，后面继续穿入一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如果是后面这个织片针数较多，就同时穿入后面两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我这里两个织片针数相同，继续将它们收完。
线头打结藏一下即可。这个就是合并收针后的效果。到这里，后片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学习领子，在前后片领口位置挑针往返编织。挑针时注意从前片领口中间偏左一针开始，前片两侧及后片分别挑出对应的针数。具体针数可以参考图纸，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，只要保证织片平整、纹理美观即可。挑针方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，学会方法后对应挑针。注意这里可以使用环形针进行挑针，开始位置在前片中间位置。请看演示。先挑织第一圈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。我们从后片开始挑针，可以发现后片一般分为3段，2个侧边以及中间部分。挑之前可以先根据图纸上的要求，将后片总的挑针数分配到这3段。通常中间都是一一对应挑针，剩下的针数均匀分到2个侧边即可。例如，我总共要在这个后片挑21针，中间一一对应挑11针，这11针通常就是中间浮针收针的针数。剩下的在2个侧边分别均匀挑5针即可。挑针的这一圈全部织下针，对于这样的侧边，就是挑边缘的几根线。注意要大致均匀。这里我用不同颜色的线演示，方便观看。侧边挑好后，中间一一对应挑11针。完成后，这个侧边继续均匀挑5针。完成后，到了前片位置，将前片总的挑针数同样分配到这3段。例如，我总共要在这个前片挑39针，中间这里我收了7针，因此两边各挑16针，大致均匀分配即可。
全部调好后核对针数，然后将它们均匀分配到3根棒针上。这样，第1圈挑针就讲完了。挑针完成后，对照图解往返编织大平针，在正面两侧减针。完成后，在反面织下针，形成一盘上针纹理。然后继续编织大平针，并在两侧加针。用到的新针法是左加针和右加针。具体织法请看演示。下针右加针。通常情况，线圈下方是辫子，先挑这个辫子右侧一根线，织一针下针，这个就是加出的一针，然后继续穿入这一针的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这样下针又加针就织好了。可以发现，在一个辫子内织出了2个线圈。我再演示一次。先挑下方辫子右侧一根线，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挑起这个线圈，再织一个下针即可。如果线圈下方是横线，就挑横线的右侧织下针。再挑这个线圈织下针即可。我再演示一次。先挑横线右侧织一个下针，再挑这个线圈织下针。以上就是下针右加针的编织方法。继续学习下针左加针。通常情况，线圈下方是辫子，先挑这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找到线圈下方第2个辫子，左针从左往右挑起这个辫子左侧一根线，然后织一个下针，左侧这一针就是加出的一针，这样下针左加针就织好了。我再演示一次。先织一个下针，然后用左针挑起下方第2个辫子左侧一根线，再织一个下针即可。
如果线圈下方是横线，先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可以发现线圈下方紧接着是一个辫子，辫子下方是横线，挑起这个横线，再织一个下针。我再演示一次。先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挑辫子下方的横线，再织一个下针。领子编织完成后，在正面编织下针边浮针收针，结尾预留领子宽度3倍左右的线头用于缝合。这里浮针收针的方法，请看演示。边织下针边收针，一般织完大平针后，在正面可以用这种方法。这种情况收针时，先织2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好了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好了一针。我继续将它们收完，每次都是织下针进行收针。现在还剩一个线圈，拉大线圈，然后预留线头断线，线头长度根据织物的具体情况而定。通常只要预留10厘米左右即可。将线头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。这个就是边织下针边收针的方法。无论哪种收针方法，结尾固定线头的方法都可以参考这里的演示，并且全部完成后，如果不是特定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，这样的短线头可以在反面顺着织物的纹理收一下。尽量不要影响正面纹理。收线头时，可以将整个线头全部收完。收针完成后，将领子沿着上针位置向内折叠。
两端挑边缘两针之间的洞眼进行无缝缝合，使领子两端形成这样的辫子纹理。完成后收好线头，然后用预留的长线头沿着收针的辫子与领子挑针处卷针缝合。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缝合，只要织物衔接美观就可以。这里两侧无缝缝合的方法，请看演示。下面学习行与行的连接，我们通常也是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缝合时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。我们可以先来认识一下织片。首先找到边缘第一针。边缘第一针通常会有4种情况。第一种是滑针，也就是顺着纹理挑下不织，形成大辫子。第二种也是滑针，只是滑针编织时和下方纹理相反，形成这样的结。第三种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形成这样的小辫子。第四种也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和反面都织下针，形成搓衣板针。第一针左侧就是第二针，例如这个织片，从这一面看，第二针是下针纹理；从另一面看，第二针就是上针纹理。无论第二针是下针纹理还是上针纹理，可以发现线圈都是正向的。这样倒着的线圈，下方的横线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这一面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倒着的线圈，这一根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织搓衣板针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第二针。这一列就是第二针，正向线圈。这两针之间倒着的线圈，这样的一根线，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是滑针，同样，这两针之间也是有一根根横向度线。
无论哪种，一根度线大致对应一行。缝合前，大家可以先将线头在反面藏几针，并打结固定。这里我就不藏了。无缝缝合就是每次交替在这2个织片上，挑边缘2针的横向度线，进行缝合。每次挑1到2根，注意，如果2个织片行数相同，就可以一一对应缝合，也就是每次挑的度线数量都相同。都是从上一次的出针位置入针，来挑横向度线。这里我每次挑1根。缝几针后稍微拉紧即可。如果2个织片行数不同，但要将织片均匀地缝合在一起，可以在行数较多的一侧适当多挑。例如，整体上每次都是挑1根线，行数较多的一侧可以在适当位置挑2根线。这2个织片行数相同，我继续缝完。这个就是行与行无缝缝合的方法。大家对照图纸将领子完成，这样领子的编制就将记完了。接着学习包边，先分别在前后片位置、身体起针及两侧编织身体包边。然后在胸片袖洞位置编织袖口包边。身体包边先预留身体边缘3倍多一点的线头，用它沿着正面边缘挑针，侧边位置就挑边缘2针之间的洞眼，起针处挑起针的2根线进行挑针。就是这样的2根线。
拐角处可以多调几针，使织物更加圆滑美观。这里挑针位置没有具体要求，只要挑完后织片平整不皱缩即可。然后从开始处编织包边，具体织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，注意视频只演示方法，织物不做参考。先织包边，这里为了效果美观，先留出门襟位置3倍长的线头，可以稍微多一些。在门襟位置正面边缘逗眼挑针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织物形状不做参考，大家以手里的实物为准。注意使用预留的线头挑针。大概按照5行挑3针的规律，均匀挑出对应的针数，具体针数请参考图纸。小样入针位置随机。完成后，将剩余的线头在反面收好，这样挑针就完成了。接着，将线圈挪到棒针另一端，从右侧开始织包边，接着挑针开始位置的线，穿入第一针线圈起3针，穿入，挑出，从右往左套在左针上。第一针完成，继续再起2针，注意套的时候扭一下。接着织2针下针，然后同时穿入左侧2个线圈后方，织1个下针，这样就与挑针的第一针合并起来，然后左针挑下右针的线圈，再织2针下针，可以织的稍微紧一些，然后将左侧2个线圈并针，注意穿入线圈后方的线，织下针，这样正面形成这样连续的辫子纹理，比较美观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编织。
最后2个线圈并针完成后，预留20厘米线头断线。穿入缝针，穿过线圈，可以多穿1次收口。再反边打结收好。将2根线头藏好，这样包边就完成了。接着在袖口位置织包边，方法与身体包边相同，注意挑针时，在身体包边位置也挑2针，边缘与身体包边边缘对齐。织完后，如果2个包边接口处有缝隙，可以使用任意一端的颜色将其缝合固定，尽量使其美观。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包边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学习装饰包括锁链袖、扣子、和松鼠面部刺绣。先学习锁链袖，从领子中间位置开始，往左到左侧大概中间位置，然后往下延伸到图案上方边缘位置。大家可以先用水胶笔画出痕迹，然后使用编织领子的线进行绣制。图案绘制时注意尽量弧度圆滑，具体绣法请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锁链袖的绣法，现记不做具体参考，主要演示方法。如果想要重新绘制，可以用湿纸巾轻轻擦拭，将对应线材穿入缝针，从线记一端穿出正面，约留点线头，再从同一位置穿入，从前方间隔0.5厘米左右出针，穿过这个线圈，调整好纹理，注意不要拉太紧。继续重复之前的步骤，同一位置入针，前方出针，穿过线圈，拉出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绣完这一条线。快到拐角处时，可以调整一下入针位置，将出针位置尽量放在拐角处。
继续绣制。绣完后，将线拉出，从外侧穿到反面，将这个线圈固定住，在反面打结藏线。开始的线头同样藏好，大家将其完成。这样锁链绣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扣子，一共5对，1对在锁链绣拐角位置，身体侧边分别有2对，其中上方1对在腋下位置，稍微盖住包边的接口位置，下方1对大概在中间位置。每对扣子分为2部分，靠上、靠后的部分均留有扣眼，另一部分缝合珍珠扣，都是先编织绳子，采用编织下针编起针方法，从右往左编织6厘米左右。成品这里起3针，完成后收针，预留40厘米左右线头用于缝合。具体绳子的织法，请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首先编织边起下针，通常起3针或4针，具体起针数参考图纸说明，我这里起4针。注意看一下图纸是否需要在开头预留长线头，如果没有说明，就预留5到10厘米即可。起针方法也可以根据喜好确定。起针完成后，一一对应织下针。完成后，将这个整体移至这根针的右侧，注意不要翻面，然后直接用这根线从右往左依次织下针。第一针织紧一点，接下来每次都是重复这样的方法，将线圈移至右侧，依次织下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编织。
一直织到需要的长度。织完后，如果没有特殊说明，预留15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，开始收针，将线头穿上缝针，然后从右往左穿入这些线圈，我们可以再穿一次，拉紧，收针完成。这个就是绳子的编织方法。绳子织好后，将其对折缝合起来。这里我演示一下缝法，缝珍珠扣的一端全部缝起来。结尾处可以多缝几针固定。末端上方固定珍珠扣，这里可以更换能穿过珍珠扣的针。剩余的线头暂不处理。有扣眼的一端缝合一半即可，剩余的扣眼部分可以扣一下扣子，不滑脱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。下面将其缝合到对应位置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缝法。先缝合有扣子的一端，放在对应位置。与织物固定牢固。方法没有要求，固定牢固即可。最后在反面打结藏线即可。短线头同样可以穿到反面藏好。扣眼一端缝合时注意确定好位置，可以扣好，然后进行缝合，保证间距合适。最后同样藏好线头，其余扣子按照同样的方法缝合在对应位置。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扣子就讲解完了。最后进行前片、肩部、图案、面部的刺绣，这里主要绣出松鼠的眼睛、鼻子和嘴巴。可以在下方白色区域先用水胶笔画出轮廓，具体大家可以参考成品，也可以根据喜好绘制。如果想要重新绘制，可以用湿纸巾轻轻擦拭，晾干后继续绘制。画好后取出对应线材，抽取一股穿入细针。先在中间
偏左位置修出鼻子。大腰占据一个辫子，这里我有小暗演示。绣着的时候，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入针位置，保证最终图案形象美观就可以。然后在下方绣出嘴巴，注意绣出侧脸的感觉，左侧线条短一些。接着修直眼睛，轮廓用短线段修直。不够圆滑的地方注意调整。然后中间用竖线条填满眼珠部分，这里眼珠同样可以先绣出轮廓。注意找好位置。然后填满。
边缘如果有不圆润的地方，可以再补一下。眼睛细节根据整体的美观度进行调整。另一只眼睛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绣制，注意大小不同。具体眼睛的大小，大家根据自己织物白色区域的大小进行调整。最后在反面打结藏线即可，这样松鼠面部的刺绣就讲解完了，装饰也讲解完毕。最后可以将衣服格部熨烫平整。到这里，整件衣服就全部讲解完毕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素素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